到第三一直开始才讲到他的经历，对不对？因为他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诗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诗是过去的经历嘛，对不对？所以他中间的埋怨，到了17节的里面的转捩点，对不对？到了18节的时候，知道这些人的最后的结果。当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他才发现神做是一个原则，所以他自己觉得自己像什么？畜类一般。你看这个知识分子大人物，皇帝旁边的红人呢，对不对？他觉得他自己像什么？畜类，就是没思考。就亚萨这个诗的，你们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读一读，有很大的帮助你看到恶人很得意的时候你读一读，你也不要为他高兴他像溜滑梯一样你也不觉得你很委屈，你要做个轻声的人，对不对？你一直跟神埋怨，你就会像什么？畜类，没思考的人。对，思考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到第11章的时候，神其实也是告诉他们，他是一个严格的神，因为你要蒙福，你不要走在蒙福的道路里面。你要喝着热咖啡，它就会热的烫到你的舌头，对不对？你不能说要一杯冰的热咖啡，我常说没这种咖啡，对不对？我不要受咒诅，但是我又要犯罪，不行，对不对？我就是不要，我考试要第一，就是我不要读书，对不对？也不行。我就要发财，我就不工作，也不行啊！行就犯罪嘛，对不对？去骗去抢去偷你说他被抓到，那个是什么？运气，那迟早出问题嘛，对不对？就算一辈子都没出问题，亚萨的诗嘛，一辈子都没出问题，但他去哪里啊？去成人之地，所以你不要羡慕他，对不对？你不要羡慕他，对不对？他完全是比你差太多了。所以前面告诉我们说，再提醒我们要遵守律例典章。在旧约里面，律例典章是很复杂的，一共有613条。律例典章一共分为3个部分，一个叫实践，就像法条一样，我们有宪法，对不对？实践就是最高的法条，有实践。我们有民事法、民事诉讼法、刑事法、刑事诉讼法、民事法的商法、开基法，好多这样子法。圣经里面也是一样，它有613条，就是律例典章。613条呢，分2部分。第一部分讲到你不可以做这个，你做了就是什么？就是违反律法。第二部分呢，你该做的没有做，也是什么？违反律法。所以613条分2部，365条就是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个是你在出埃及记21章、22章、23章、24章，你回去看数一数，就613条。有365条是不可，365条。有248条是什么？应当做。所以365加248，一共多少？613条。那你那个时候守603条很辛苦的，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自从以色列人都很聪明，他们从小就读妥拉，对不对？现在书店很多这个以色列的智慧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他们现在很多人用这个叫妥拉 TORAH Torah， 这个就是他拉比所写下来的摩西五经的重点，意思就是妥拉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为什么？他们从小父母就教导孩子，以色列的父母就尤其做父亲有3个责任要做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为他施割礼，对不对？第几天守割礼，就父亲要替儿子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教他读什么？摩西五经。那第3个他要做的，教他一门的什么？手艺。这是犹太人的父母亲。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他生在拿撒勒，对不对？他的父亲是约瑟，约瑟是做什么的？木匠。所以他要教他什么？一个手艺木匠。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父亲该做的。那女儿呢，也是一样，女儿不用做割礼吧，对不对？那女儿要他为他准备一个香膏。香膏做什么用呢？就是当这个女儿要嫁出去的时候，当天晚上，他要拿这个存留下的香膏倒在新郎的什么头上面，膏他。膏的意思上，他就是君王。
就是你的丈夫就是你的王，就是你的主，所以撒拉称呼亚伯拉罕我的主，对不对？我的主，所以这个都有它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那边。所以你看玛利亚的伟大在哪里呢？她将那最珍贵的加拿大香膏倒在谁的身上啊？耶稣的脚上，还不配到头。谁有资格？高的祭司才有资格。玛利亚不是祭司，她只能到耶稣的抹他的脚，用头发来抹他的脚。说如果你不读旧约，你新约很多真理根本不懂，对不对？你是看过去当故事看，你完全不知道它属灵的意思在哪里。所以你看，玛利亚将她一生所积蓄的真拿达香膏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她将来结婚的时候，她就没了。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意思啊？这个叫做人可以爱耶稣。节节的圣经不在乎那30两银子的问题，不在乎那个香膏有多贵。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难为他，对不对？在有人之地都要述说什么这件事情。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人都知道神爱世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世人也爱神。这个就是这个真理。你看他可以叫他一生的东西，不是说人不爱神啊，很多人爱神啊。你看现在很多的非洲的国家，对不对？你看上次不是有一次那个什么病毒来的时候？”第一个进去感染的就是谁啊？就是个基督徒啊，他是个医生啊，对不对？他还不愿意回来啊，对不对？他要死在那边。你说他是不是爱神啊？你看多少人现在去到伊朗啊？伊朗现在基督徒很多啊，对不对？越反抗越多的地方啊，基督徒越多啊，越逼迫越多，信主人越多，很奇怪。台湾可能逼迫太少，所以不信主。来一个逼迫，就会有信主，对不对？现在欧洲太舒服了。对不对？所以欧洲现在回教徒很多啊，教会都卖给回教徒啊，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一些牧师讲说，你们再不成全弟兄，一代都传下去，将来你走了就卖给回教徒。我们不能靠一个人啊，对不对？我们要成全啊。以前欧洲的欧美很多国家里面教会非常旺，这个兴旺，为什么？他的牧者很好，很爱主，但他没成全人啊。对不对？他一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再过几代就卖掉了，对不对？很多在美国，很多以前19、20世纪的初的时候，都是4、5千人的教会啊，现在变成40、50的老人家，90几岁的，为什么？就是从那个20几岁就信主到现在，还没有被接走，新人没进来嘛？为什么？你没有成全，你没有教导，对不对？你就是完全就是我讲道很好，你们都不能讲，就是我能讲。对不对？就证明你是什么？你真的有本事的成全。摩西要成全约书亚，约书亚后面，约书亚就像没有摩西这么厉害。摩西成全约书亚，就有约书亚记，对不对？约书亚没有成全约书亚，他在约书亚记最后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大家都觉得是个正面，结果看的是反复。他说，他叫约书亚记最后一章，他叫了所有以色列人来，你们将来怎么样？总结意思的，你们将来怎么样？我不管。我至于我的家，我要世世代代侍奉耶和华。这句话读过吧？所以我们很多人都用这句话来讲，你们怎么样？我不管，我的家就要侍奉耶和华。这句话是非常消极、不负责任的话。他要帮助每一家都来侍奉耶和华，阿门吗？阿门。他怎么可以讲这个？他是领袖，我是教会的牧师，我是负责人。你们怎么样？我不管他，我的家要服从耶和华。那我讲什么话，对不对？我的羊全部被我出卖掉了，是不是？你们怎么样？我不管，对不对？这个明哲什么？神不讲事情嘛，有人做这个事情吗？圣经里面讲，你要爱你的羊，对不对？你的小组长，你要爱你的羊，阿门吗？你不能说我自己管好就好了，你不是，你要管好你的羊，这神给你的托付哎，对不对？你忘记神的托付，我们是仆人呢，将来要交账呢，对不对？你的羊去了哪里？所以约书亚，你看他没有训练到好的，没有一个人接他的棒子。后面约书亚记后面一章是什么圣经呢？士师记，士师记只有几个字，有够混乱，对不对？一下整个起来，哇，好像能力很强，但完全没有生命，对不对？你看那个参孙，对不对？力量这么很大，对不对？完全没有生命，
对不对？他跟流氓差不多，对不对？你看你们的士师没有一个有生命，为什么？没有经过什么训练，没有经过训练。到士师之最后的时候，翻到世界最后，我今天再讲一些故事给你们听，让你们听得好听一点。下次可以带朋友来，对不对？好。4世纪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国中没有王，人什么任意妄为，任意妄为，任意而行就任意妄为。4世纪最后讲，到了4世纪啊，发现以色列这个国好像没希望，能够发现，没希望了。到了约书亚记，以色列国是最强的时候了，对不对？你看这个进入迦南地，攻城略地，但是没有培训，所以这个警告我们做小组长，我们做负责人，我们要成全弟兄姊妹，而且你要成全他，让他比你更强。如果一代不如一代，那其种关联。你要一代比一代强。所以我从来就鼓励大家，你要比我强。作曲讲道比我好，Andy 讲道比我好，这个嘉文讲道比我好，为什么？我成全你们，我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学啊，你的东西还没教我呢，对不对？所以我懂的你都懂，你懂的我不一定懂啊，所以你一定跟我强，比我强啊。那如果你不强，因为你懒了，对不对？你没有好好学，对不对？没有好好用，所以你到了4世纪，发现整个以色列国混乱。但神很奇妙，在4世纪后面放了一讲书，叫做《路德记》，好奇怪，对不对？你今天讲完你就知道了，不奇怪，完全没有谈过。《路德记》只有4章。而且一开始就要在伯利恒有一个人，对不对？发生饥荒，带着他太太拿俄米，还有2个儿子，就去到摩亚地。摩亚是咒诅的地方，对不对？咒诅的地方，就好像你现在住在巴黎这么祝福丰富的地方，你只要跑到非洲一个光国一个小镇里面去，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所以前面讲到，就他们完全的最后她的丈夫死了，2个儿子死了，变成3个寡妇。3个寡妇完全没有什么盼望，所以拿米就跟他们2个寡妇讲说：“你们不要再跟着我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了。”以色列有个法条，就是说，哥哥死了，嫂子跟弟弟结婚，生出了个第一胎，要给谁啊？要给哥哥。这个目的做什么呢？就12支派里面不会有最后强的越强，弱的越弱。12支派最后变成1个支派、2个支派，所以每一个人产业都有什么？承接下去，这是神原来的美意，要不是他比较强，他每天欺负我，对不对？不行，所以有喜年，对不对？你所去的这个田地，到最后都什么？要归还。你卖身为奴也可以，譬如我没钱，我卖给我犹大支派，卖给便雅悯支派，最后50年到的时候什么？最无条件为奴。那以前有人说，那我差不多到49年我才卖身啊。可以啊，对不对？但是还有要求，圣经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你不要有占便宜。去年刚刚喜年，你今年一卖，那就惨了，49年，对不对？要卖49年嘛，对不对？如果明年是喜年，你今年卖就是1年，对不对？你了解哈？但是这个就是银行的利息怎么算的呢？就根据这些圣经算的。所以犹太人为什么在欧洲就这么会做生意呢？因为模式无尽，对不对？他知道怎么来算这个钱的方法。怎么算？讲到《申命记》第11章，讲到算钱去了，继续讲下去了，这个很精彩的。你看《路德记》到最后是完全没有盼望，你会发现，因为4世纪完全没有盼望嘛。那神很奇怪，将《路德记》放上去，他应该叫《撒母耳记》上来嘛，对不对？他将《路德记》放上去。你《路德记》一开始也是没有盼望，你看《路德记》里面出现一个人物叫路德，拿你说你回去吧，你不要跟着我了，跟着我没盼望。路德讲了一句信心的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除非死能够叫我们分开。”路德这么有信心一个人，所以你看，一个外邦女子为神的道站住，复兴整个以色列国。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一个人站住，你会复兴台湾。你不要以为说你能力有限，你一个人站住，你会复兴这个小组；你一个人站住，你会复兴整个教会。你能做得到。所以我们知道最后，他们再回到伯利恒，路德遇见了波阿斯。当人顺服的时候，
后面的事情神就给你什么安排。他去哪里找波阿斯？波阿斯是那个时候首富，对不对？神跟他安排，刚刚好去到田里面就遇到波阿斯，对不对？波阿斯特别恩待他，最后还娶他，生了俄贝德，对不对？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君王就出来。你看，在最悲哀的时间，神有没有计划？有。神永远不失败，神永远不失败。所以《申命记》第11章告诉以色列人，神是个严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你要接受神的祝福，你就遵守律例典章。你不接受的话，你最后你们邻国，你的国家会被什么被掳？所以最后北国、南国都被掳嘛，对不对？主前722年以色列被掳，主前这个486年犹太国被掳，全部被掳。你都被掳了以后，神还是没有忘记他的恩典。所以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对不对？也很奇妙，一个灭国这么久的国家，竟然会复国，而且以色列现在强盛的不得了，对不对？不管是军事，他旁边的人都是阿拉伯人，对不对？都是这个回教徒。你看以色列生在中间，他每一年的水，下雨的水，只有台湾的大概是1/10还是50%，很少很少很少。他们不足够的水。但是它足够用，这就是智慧，对不对？我们是有够的水，不够用就是愚昧，对不对？要不要变土司的？我要不要变这个？就是这土变。人家那个，我们去以色列参观过，他们还可以有全世界的你知道出产那种花纹外销啊，第一是荷兰，第二以色列。全世界的钻石，第一在哪里？知不知道？你现在不是在伦敦。所有钻石的交易所在伦敦，第2名在特拉维夫。你看这么小的国家，对不对？他拿诺贝尔奖，全世界最高。他的全世界有钱的人，他占很高，对不对？他的智慧也很高，他大学的教授也很高。美国常春藤里面35%到40%都是犹太人。为什么？他人手这么少，对不对？敬畏神，他们仍然不相信耶稣，但是他们敬畏神。所以这边告诉他们说，你如果是要蒙福，你就要什么？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这边神讲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世界这个地方有2座山，一个叫基利新山，一个叫以巴路山，对不对？面对地中海，神将他们整个以色列国的地图范围的跟他们讲，东从哪里开始啊？大河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从幼发拉底向西，它是东的边界。一直西走到哪里啊？就是大海，大海就是现在的地中海。然后北在哪里啊？黎巴嫩，就是现在的黎巴嫩。你南到哪里啊？到旷野，南有3个旷野，就是离开希伯伦以后，第2旷野叫做寻旷野，再下来一个旷野叫巴兰旷野，巴兰旷野下来就是西乃山，所以西乃山在旷野，西乃山再下来叫范旷野。范雅公司的范旷野再下来就是什么？红海了。所以你看，南的疆界到旷野，北的疆界到这个黎巴嫩，东的疆界叫幼发拉底河，西的疆界到哪里啊？地中海，这是它的范围。然后他说，你们要接受祝福，就好像你要站在基利新山。所以面对大海，基利新山是在事件的右边，它是在事件右边，就是它的南边，对不对？南边嘛，事件的南边，面对那个地中海的时候，所以南边就是基利新山，它是祝福的。节讲得清楚的地方在哪里呢？你们回去看《申命记》27章，你们回去看《申命记》27章，专门讲这件事情，这边是提到一下而已。你站在基利新山的有6个支派，站在这个以巴路山的也有6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的代表是什么？祝福。那不是说6个支派祝福6个，不是，它是个代表，就意思告诉你，为什么基利新山比较祝福呢？因为南边的地方，它森林啊，这蔬菜水果土地比较肥煦；北边的基利新山，它游山灼灼，就完全没有什么一个好浇灌啊、耕种的地方。所以神有人听得懂的话，告诉你到底要站在基利新山，还是站在什么以巴路山？一个是祝福，一个是什么咒诅。
谁做决定呢？自己做决定，不是神做决定，我们自己做决定。你要选择祝福，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律例，你要接受咒诅，你就站在以巴路上，你就守住咒诅。我刚刚收到一个朋友给我个 line 哦，这个朋友是很有意思的，他小学都没毕业，但是他会6种语言，他会法文、德文、英文、西班牙文、日语啊，当然他会中文，对不对？而且他会的都很精，很厉害。不是普通的会，就是很精。他刚刚给个 line 给我，他说这个好消息，这个我们人生啊最大的健康来源在哪里呢？他说这个是诺贝尔奖的2009年化学诺贝尔奖，就是以什么？你们去上网去看一下，好吧？因为我还没查证，但是我跟你们分享。他说啊，我们现在人的就是生病啊、寿命啊跟饮食有关系。他说不，所以吃断食的人今天有福音啊！感谢。这下那真的特别好笑。饮食大概只有占25%，也有关系，但20%。那其他部分呢，就占20%。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心情。所以圣经讲的喜乐就是良药，对，他的心情好才是最重要。所以饮食我们一直在注意，也重要。20%的心情，有很注重饮食，你不注重心情，对你没有用。对，那其他是什么意思啊？其他就是身在国家，对不对？这个干净啊，对不对？治安好一点啊，对不对？家庭比较和睦一点啊，这叫其他，对不对？那你环境比较好一点，起码咳嗽买个药都有钱嘛，对不对？或者你环境不好，买药都不敢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所有的科学越来越证明，圣经讲的话都是可信的。对不对？心情主宰，所以我们保持一个喜乐的心，好不好？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你第一个就要告诉自己，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这是我们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其他的事情都是短暂的事情，没有什么大有了不起的事情。也不要去羡慕其他人怎么样，你是神的儿女，神看你为至宝。好，谢谢大家。